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9月初，东海大学新学期正式开始。主角小雨是个大一新生，来自南部的一个小镇。因为分配宿舍时运气不好，他被安排到了最老旧的庐山馆。这栋建筑位于校园的偏僻角落，周围被高大的榕树环绕，阳光总是难以穿透树冠，显得阴沉而压抑。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第一天报到时，小雨拖着行李站在庐山馆门口，抬头看着这栋古老的建筑。斑驳的墙面上爬满了青苔，几扇窗户的玻璃已经破裂，窗帘随风微微摆动，仿佛有人在背后注视着他。他忍不住打了个冷战。小雨，听说你被分到庐山馆。学长阿明在迎新会上故意压低声音，表情略带戏谑。那里可是出了名的闹鬼宿舍，你胆子够大啊。闹鬼？小雨愣了一下，心里有些不安。阿明点点头，凑近他耳边说道，听说庐山馆以前是日治时期的战俘关押所，后来发生了很多诡异的事，比如走廊尽头的那间封闭房间，听说有学生进去后就再也没出来过，别吓唬人了。旁边的学姐笑着打断，那些都是传闻，住的人不也好好的。尽管学姐的话让小雨稍微安心了一些，但学长的表情却带着一丝莫名的意味。当晚，小雨拖着行李走进庐山馆，他的宿舍在2楼，走廊长而昏暗，脚步声在木质地板上回荡，像是被放大了好几倍。走廊尽头的那扇门特别显眼，门框上贴着半脱落的符纸，门缝里似乎透出一丝冷气。小雨忍不住多看了一眼，刚想迈步过去，身后传来室友阿杰的声音，别靠近那里。阿杰是个瘦高的男生，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。他推了推眼镜，语气低沉，那间房间很久没人住了，据说不干净。小雨强装镇定地笑了笑，你也信这些？信不信你自己决定，但晚上别乱走，特别是别去盥洗室的镜子前。阿杰丢下这句话，转身回了房间。夜深了，庐山馆安静的只剩下风吹树叶的沙沙声。小雨躺在床上，辗转反侧，脑海里不停浮现学长和舍友的话。他告诉自己别多想，但心底那种莫名的压抑感却越来越强。突然，一阵轻微的敲门声打破了寂静。小雨猛地坐起身，紧张地盯着房门。他深吸一口气，鼓起勇气走过去打开门。走廊里空无一人，只有尽头那扇门上的符纸轻轻晃动，似乎在无声地诉说着什么。小雨关上门，回到床上，他努力闭上眼睛，却听到耳边似乎传来低低的笑声。那笑声若有若无，像是从走廊深处传来的第二天一早。小雨从一夜浅眠中醒来，眼睛布满血丝。他总觉得昨晚的笑声不是幻觉，但舍友阿杰却一脸平静，似乎什么也没听到。小雨，你脸色不太好啊，昨晚没睡好吗？阿杰随口问道。可能是换了地方不习惯吧。小雨搪塞过去，心里却有些发毛。他没敢提到那阵诡异的笑声，怕被人嘲笑多心。白天的庐山馆看起来正常了许多，阳光透过窗户洒进走廊，驱散了些许阴冷的气息。小雨试着让自己放松下来，但心里那股莫名的不安始终挥之不去。晚上，舍友们约好一起去校外吃宵夜，小雨因为太累选择留在宿舍。他打算早点洗漱，抓紧休息，但没想到这一晚却成了他夜梦的开始。庐山馆的盥洗室位于走廊中段，灯光昏黄，水龙头上锈迹斑斑，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霉味。小雨站在镜子前刷牙，水流声在空荡的盥洗室里显得格外刺耳。就在他低头漱口时，突然感觉到背后有一阵冷风拂过，他猛地抬起头，盯着镜子里的自己，试图安慰自己这只是心理作用。然而几秒后，他的眼睛瞥到镜子的衣角，那里竟然多出了一道模糊的影子。那影子站在他身后，模样看不清楚，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在动。小雨屏住呼吸，浑身僵硬，眼睛死死盯着镜子。他不敢回头，只能用余光观察那道影子。影子慢慢靠近，他甚至感觉到肩膀上传来一阵微凉的触感，
仿佛有人轻轻拍了他一下。谁在那儿？小雨终于鼓起勇气喊出声，却发现声音因为恐惧变得嘶哑。他猛地转身，身后空无一人，盥洗室的门半掩着，走廊尽头的那扇封闭房间的门似乎微微晃动了一下，随后恢复了平静。小雨快步跑回宿舍，将门反锁后靠在墙上大口喘气，他的心跳快得像要从胸口跳出来，手心全是冷汗。就在他努力平复心情时，他发现自己的床上竟然多了一张纸条。那是一张发黄的纸条，上面用红色的字歪歪扭扭地写着：别再看镜子。小雨感觉头皮发麻，连忙拿起手机拨打舍友阿杰的电话，却听到电话那头传来嘈杂的声音：别乱想，等我们回来再说。挂断电话后，小雨盯着那张纸条，越看越觉得不对劲。他想起了昨晚听到的笑声，以及镜子里多出的影子，脑海里有一个可怕的念头逐渐成型：庐山馆真的不干净。这时，他的房间灯光突然闪了几下，随后完全熄灭。黑暗中，他听到门外传来熟悉的敲门声，缓慢而有节奏，一下两下三下，敲门声越来越急促，最后突然停了下来。小雨屏住呼吸，贴在门后听了一会儿，门缝下却传来一阵阴冷的气息，伴随着一声低低的笑声：欢迎回来。那声音沙哑而诡异，仿佛贴着门缝说出的。小雨的手开始颤抖，他甚至不敢再靠近房门一步，只能缩在角落里祈祷天快点亮。第二天一早，舍友阿杰和其他人回来时，发现小雨蜷缩在角落，双眼布满血丝，脸色苍白的像一张白纸。你怎么了？昨晚发生什么事了？阿杰急忙把他扶起来。小雨颤抖着把昨晚的经历断断续续的讲了出来，包括镜子里的影子、床上的纸条和门外的笑声。舍友们面面相觑，有人觉得他可能是太累出现了幻觉，但阿杰的脸色却变得异常凝重。我听学长提过一个传闻。阿杰沉思片刻，缓缓开口：庐山馆的镜子从来都不干净，据说他们能照出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。小雨一听，背后冒出一阵冷汗，他咬着牙问：那纸条呢？还有昨晚的敲门声，难道也是幻觉？阿杰沉默了一会儿，低声说道：我们得查清楚庐山馆的历史。小雨和阿杰决定前往学校图书馆，查找关于庐山馆的历史资料。图书馆的档案室位于地下一层，空气中弥漫着陈旧书籍的气味，光线昏暗，偶尔有电灯发出嗡嗡的响声。他们翻阅了一些老旧的校史资料，终于找到了一份关于庐山馆的记录。资料显示，这栋建筑最早建于日治时期，曾是一个战俘关押所，后来改为临时医院。但令人不安的是，这里曾发生过一次严重的火灾，导致多名战俘和医护人员死亡。这些亡魂会不会还留在这里？小雨的声音因为紧张而有些发颤。阿杰点了点头，翻开另一份资料，发现一张发黄的黑白照片。照片中是一群穿着日式制服的医护人员，他们面无表情地站在庐山馆前。但令人毛骨悚然的是，在照片的右下角有一个模糊的身影，像是站在阴影中，脸看不清楚，但轮廓和昨晚小雨在镜子里看到的影子十分相似。这是什么？小雨指着那个身影，声音变得急促。阿杰翻过照片，背面写着一个日期，1944年12月7日，并附了一行字：那些未被救赎的灵魂永远徘徊。他们继续翻找，终于找到了一份关于庐山馆的封闭房间的记录。资料中提到，这间房间曾经是火灾的核心区域，火灾发生后，这里多次出现灵异现象，包括莫名的脚步声和低语，因此被彻底封锁。那扇门的符纸是为了镇住什么东西？小雨喃喃自语，感到一阵寒意从背后袭来。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，档案室的灯突然闪烁起来，随后全部熄灭。黑暗中，书架间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，像是有人在慢慢靠近。小雨，有人在跟着我们。阿杰低声说道，手死死抓住桌角。小雨屏住呼吸，借着手机微弱的光亮朝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，却什么也没有看到。但下一秒，一本书从书架上掉了下来，重重地砸在地上。他
他们俩吓得不敢多待，拿起资料迅速逃出图书馆。刚走出大门时，小雨回头看了一眼，已于看到档案室的玻璃门后站着一个模糊的人影，那人似乎在朝他们挥手，嘴角挂着一抹诡异的笑容。回到宿舍后，他们把找到的资料摊开在桌上仔细研究。阿杰指出，照片上的日期可能是关键，而封闭房间里的秘密或许是解开这一切的答案，我们必须进去看看。阿杰坚定地说。小雨犹豫了一下，但想到那些诡异的经历，他知道自己已经无法退缩。为了弄清真相，他们决定在下一次深夜进入那扇封闭的房间。深夜，庐山馆一片寂静，只有窗外的风声夹杂着偶尔的树枝碰撞声，让人心里越发紧张。小雨和阿杰站在走廊尽头，面前就是那扇传闻中的封闭房间的门，门上的符纸早已褪色，边缘卷曲，看起来脆弱不堪。两人对视一眼，阿杰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旧钥匙，这是他白天偷偷从管理员那里借来的。他的手有些颤抖，插进锁孔时发出一阵刺耳的摩擦声。你确定要开吗？小雨压低声音问道，手心冒着冷汗。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了。阿杰深吸一口气，拧动钥匙，门缓缓打开，一股冷风迎面扑来，带着一股刺鼻的焦味和腐烂的气息。房间里漆黑一片，只有他们手中的手电筒照出微弱的光线。房间的陈设破旧不堪，地板上散落着烧焦的木片和破碎的玻璃，墙壁上挂着一面巨大的镜子，镜面已经斑驳不堪，但隐约还能映出两人的身影。镜子下方的地板上有一个用红色颜料画成的复杂阵法，阵法的中间放着一张发黄的照片。小雨认出那张照片正是他们在图书馆看到的那张。照片上的模糊身影此刻变得格外清晰，竟然是一个面容扭曲的女人，眼神充满怨恨，似乎在直勾勾地盯着他们。这就是当年的照片，可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小雨声音颤抖，这阵法像是某种封印。阿杰蹲下身仔细观察，指着阵法中间的符号说道，这些符号好像是用来镇压什么东西的。就在他们研究阵法时，镜子里突然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动。两人抬头一看，镜子中映出的房间竟然和他们所在的房间不一样。镜子里的房间明亮而整洁，墙壁上挂着日式风格的装饰画，几个身穿旧式护士服的人影站在镜子里，低头整理着工具。画面异常安静，却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诡异感。这是以前的庐山馆。小雨喃喃道。突然，镜子中的护士们齐刷刷地抬起头，目光直勾勾地看向他们，那些眼神空洞无神，嘴角却缓缓勾起，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。快离开这里！阿杰一把拉住小雨，转身想要冲出房间，但门却在他们背后猛地关上了。地板上的阵法开始发出微弱的红光，空气中弥漫着低沉的呜咽声。两人站在原地，不敢动弹，耳边传来越来越清晰的脚步声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围绕着他们缓缓移动。我们被困住了！小雨惊恐地喊道。别慌，阿杰冷静地说道，阵法是用来封印的，或许我们只要不破坏它，就不会有事。话音未落，镜子里突然传来一声尖锐的笑声，一个模糊的身影从镜子里缓缓爬出，四肢扭曲，动作诡异。他的脸正是照片中女人的脸，扭曲的五官带着浓浓的怨恨。你们为什么要闯进来？他的声音沙哑低沉，仿佛从地狱深处传来。小雨吓得几乎瘫倒在地，而阿杰迅速从地板上捡起一块符纸，大声念起阵法旁边写着的文字。他不确定这是不是咒语，但这是他们唯一的希望。女人的身影突然停住，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，随后开始逐渐消散。与此同时，阵法的红光也渐渐暗淡下去，房间恢复了平静。门重新打开，冷风灌了进来，两人跌跌撞撞地冲出房间，回到走廊，瘫坐在地上，大口喘气。我们活下来了，小雨喃喃道，但心里却感到一阵不祥的预感。当他们回头看向那扇门时，发现符纸已经完全脱落，而门缝里隐约传来低低的笑声，仿佛在嘲笑他们的无知。第二天早晨，小雨和阿杰顶着浓重的黑眼圈来到教室。尽管他们已经成功从封闭房间逃出，
但昨晚的经历像噩梦一样在脑海中挥之不去。小雨，昨晚的事不能就这么算了。阿杰压低声音说道，那个女人为什么会出现在镜子里？阵法又封印了什么？我们只知道一部分真相。你疯了吧？小雨激动地打断他，昨晚差点就出不来了，你还想回去？阿杰沉默了一会儿，继续说道，如果我们不弄清楚真相，恐怕事情不会就此结束。你不觉得从我们住进庐山馆开始，怪事就一直在发生吗？小雨无法反驳，他想起了镜子里的影子，诡异的纸条，以及房间里那个女人的尖叫声，这一切都让他心神不宁。当他们回到庐山馆时，走廊里比平时更加安静，连白天都透着一股莫名的阴冷。宿舍的门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道细长的裂痕，像是被什么尖锐的东西划过。这裂痕什么时候出现的？小雨皱眉问。阿杰摇了摇头，推开门，发现房间里的一切都显得格外凌乱，桌上的书籍散落一地，床单也被掀开，像是有人刻意翻找过什么。有人进来过。小雨环顾四周，声音压得很低。阿杰走到桌边，捡起一张被压在书本下的纸条，纸条上的字迹和之前的那张一模一样，用红色的笔写着，别再靠近。两人对视一眼，感到一阵寒意从背后袭来。晚上，舍友阿杰提议去楼下买些食物，但小雨坚持留在宿舍。他独自坐在书桌前，盯着那张纸条，脑海中不停回放着昨晚的画面。这时，阿杰突然回来了，手里提着一袋食物，他的脸色看起来有些不对劲，眼神飘忽不定。阿杰，你没事吧？小雨试探性地问。阿杰没有回答，只是默默地坐在床边，低头盯着地板，嘴里似乎在喃喃自语。小雨仔细一听，发现他说的是昨晚阵法旁边的文字，语调低沉而诡异。阿杰，你在干什么？小雨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。阿杰猛地抬起头，眼神变得空洞无神，嘴角缓缓勾起一抹诡异的笑容。你逃不掉的。阿杰的声音沙哑低沉，像是从另一个人嘴里发出的。小雨吓得连连后退，阿杰却突然恢复了正常，迷茫地看着他。怎么了？你脸色这么差。小雨盯着阿杰的脸，心里升起一种说不出的恐惧。他不知道刚才的那一幕是幻觉，还是阿杰已经被什么东西附身了。当夜，小雨做了一个噩梦，他梦见自己站在庐山馆的走廊上，周围一片漆黑，只有尽头的那扇封闭房间的门散发着微弱的红光。门缓缓打开，一个身影从里面爬了出来，正是那个女人。你以为逃得掉吗？她的声音冰冷刺骨，脸上的笑容充满怨恨。小雨惊醒时，发现自己的手上多了一道细长的划痕，正渗出鲜红的血。他低头一看，床单上竟然有一张新的纸条。你不能离开这里。小雨捂住嘴，强忍住尖叫。他意识到庐山馆的秘密远比他们想象的更加复杂，而他似乎已经成为了某种诅咒的一部分。